泰米古圣则是一笑，两根指尖结印，只见得可怕的准神之力化为银色的液体流淌下来，然后沿着自己的身躯开始蔓延开去，但却并非是那种覆盖全身形成的铠甲，而是形成了一条条极为玄妙的银色纹路。这些纹路彼此交织成一道道奥妙晦涩的痕迹，最终渐渐地到了皮肤中，远远看去仿佛是一道神秘的银色纹身。而当那银色纹路形成时，天地间的元气犹如都是受到了某种引动，源源不断地对着泰米古圣所在的方向疯狂地汇聚而去。泰米古圣的五指缓缓握拢，低头看着手掌上的那些银色纹路，眼中有着一抹凌厉之色掠过。这就是将准神之力化作为自身的防御罩一样，将其称为银圣纹。银圣纹乃是先天神族的秘法之一，并不是所有的古圣都能够施展，而是只有其实力达到准神境之后，利用准神之力方才能够催动银圣纹这等秘法。不过泰米古圣的实力明明远超萧炎，竟然还是催动了银圣纹这等强大秘法，那是因为泰米古圣不会对萧炎轻敌，毕竟萧炎可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这等实力，所以为了万一，泰米古圣也选择了谨慎，只要银圣纹一出，任何的招式攻击都不会对其造成巨大的伤害，就算是同等境界的对手也无法击破这等秘法的防御罩。所以泰米古圣队不仅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对于自己这一场的战斗，在3招之内炎帝必败无疑。的确，泰米古圣的实力已经达到准神境，就算萧炎实力强大，也不可能击败准神，毕竟主宰境与准神境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毕竟就算是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元气再怎么强大，也不是准神元气能够比较的。原本泰米古圣乃是货真价实的准神，又是以这银圣纹的秘法之下融合身躯上的话，的确是能够让他的战斗力再度大大的增强，这也算是泰米古圣的强大底牌之一。萧炎的眼神冷冽下来，手掌一握，绚丽的火齿闪现而出，其上散发出惊人的炙热波动，遥遥地指向了泰米古圣。毁灭火体将地炎的能量释放到极致后，与自身的肉体相融合，使自身相当于一朵移动性的毁灭火莲，举手投足焚山蒸海，威力极其的可怕无比，但对自身元气的消耗则是非常大。望着这一幕，泰米古圣有点讶异地挑了挑眉。萧炎的元气底蕴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其气势却是变得强横了许多。不过泰米古圣的神情依旧是从容不迫，反而似是有些欣赏的点点头。这位炎帝可是让他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的对待，不然下场可就不那么好了。炎帝，接下来就让我看看你究竟能给我带来几分乐子。当声音落下的那一瞬间，泰米古圣的身影便是消失于原地，恐怖强大的攻势再度降临了。虚空之上，那2道身影如电光般划过，带起刺耳音爆，恐怖的元气风暴以2人为源头，肆虐席卷。下方的山川河流直接是在那战斗的余波中不断的被撕碎破坏，那种破坏力看得无数关注于此的诸多视线都是心惊胆战起来。泰米古圣的身影宛如是瞬一般出现在了萧炎的右侧，一拳轰出，一道元气洪流如怒龙般咆哮天际，裹挟着毁灭之势对着萧炎笼罩而下。不过就当那攻势呼啸而至时，萧炎身上的绚丽火体爆发出毁灭般的气息，然后在其背后竟然凝聚出一对绚丽的火翼。山洞间，萧炎的身形便是出现在了数百丈之外，避开了泰米古圣的强大攻势。原本萧炎以如今的实力，其速度完全不及泰米古圣，但在借助毁灭火体形态之下，在催动那绚丽火翼后，也让得自身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增幅。刚刚才能够避开对方的攻势，但萧炎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因为即便是凭借着地炎释放到极致的力量后，其速度恐怕也不会超越泰米古圣。有意思，地炎不愧是万火中的帝王，能够释放出如此程度的能量。不过当萧炎的身影刚刚退避而出时，泰米古圣的冷笑声已是响彻在耳边，如暴雨般的准神元气掌印，仿佛那巨人之拳不断的轰下。如此的攻势获得地炎极致的力量，萧炎的速度也无法尽数的避开，因此面对着那些无法躲避的攻势，也是倾尽全力的迎了上去。万火焚苍穹，地炎分离出20道不同的火焰，化为火焰巨兽，爆发出惊人的咆哮声，空间都是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这些火焰巨兽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气息，足以轻易的毁天灭地，元气震荡，万丈庞大的滚滚气浪呈环形般的爆发开来。当萧炎借助了毁灭火体的力量之下，他在面对着泰米古圣那恐怖的攻势时，已是有了抵御一位准神发起的攻势之力。不过很显然，当2人正面交锋时，依旧还是泰米古圣占据着绝对的上风。那准神的元气底蕴将萧炎主宰巅峰元气牢牢地压制而下，要不是萧炎有着地炎的力量，恐怕早已经被准神元气的攻势给击败了。我炎帝岂能轻易被击败？萧炎低声咆哮，然后身躯上的地炎之火更是爆发出浓烈的火焰，高温升腾，引得虚空开始扭曲起来。那些火焰巨兽纷纷咆哮出声，高空上的云层都是在这般恐怖的力量肆虐下被震碎。萧炎的这一击之力，若是换作此前的泰米古圣，恐怕都能够直接将其轰杀。但如今面对着实力已经达到准神境的泰米古圣，萧炎已经是将强大的手段都开始施展了出来，不敢有所保留。毕竟对方可不是当年的圣品巅峰圣天魔帝，而是准神境的泰米古圣。恐怖的攻势席卷而来，
那泰米古圣咧嘴一笑道：“炎帝，你总算是有点像样的攻击了。”感受到萧炎这技令，他都需要认真对待。虽然这般说着，并没有任何退避的迹象，反而是一步踏出，双手接出一道玄妙拳印。诸圣拳，强大的拳印挥出，天地间仿佛是有着一道嘹亮之声响彻而起。在那泰米古圣的拳印，似是化为了一头远古狮兽一般，带着无边的霸气与凶悍穿透空间，与那些奔跑而来的火焰巨兽硬汉在了一起。数道巨声炸响，虚空直接破碎而去，天地间被飓风疯狂的肆虐，破碎着一切万物。萧炎这一击万火焚苍穹极强力量的一击，竟然是硬生生的被泰米古圣的诸圣拳抵御而下。原本恐怖无比的火焰巨兽，都是在此时被瞬间震碎，化为漫天的血沫飞舞下来。萧炎的神色没有任何波动，眼见一击不成，眼中的火光闪烁，佛怒地炎莲。既然实力悬殊如此大，那么萧炎也直接选择施展出这强大的招式。地炎之火笼罩整个身躯，旋即身后便是浮现出无尽的火海，整个天地变得无比的炙热，一股可怕的毁灭气息便是从那一处的火海中升腾。要施展那一招了吗？泰米古圣的眼神盯着萧炎身后的绚丽火海，同时也期待着萧炎的这一记强大招式。片刻之后，萧炎身后的绚丽火海的深处升起一朵万丈绚丽火莲，其上跳跃着诸多颜色，每一道颜色都是代表着一种圣火。这种恐怖的杀招足以毁灭一切万物，空间都开始疯狂的扭曲，因为那朵万丈火莲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毁灭气息。今日我便用诸圣拳来破了你的佛怒地炎莲。泰米古圣一笑，对面萧炎所施展的强大招式也没有一丝的惧意。如果自己的实力没有达到准神境，或许还会忌惮3分，可是现在已经是准神，就算萧炎的招式再强大，也不可能以主宰境的力量击败一位准神力量。泰米古圣，尝一尝佛怒地炎莲的威力吧。下一瞬，那万丈的火莲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毁灭力量，冲击整个天地间，浩瀚磅礴，便是狠狠地冲向了泰米古圣。所过之处，出现了绚丽火苗，与空气都发生了摩擦一般，空间并开始大范围的扭曲起来。来吧，诸圣拳！泰米古圣大声厉喝，旋即凝聚强大的准神元气，浮现出一道巨拳，比此前施展的更加的强大无比。看样子，泰米古圣对面佛怒地炎莲的时候也不敢怠慢，毕竟他所对面的是炎帝。随着诸圣拳的催动，然后一咬牙，顿时轰出，朝着佛怒地炎莲急速冲来的方位迎了上去。双方极致力量的碰撞之下，顿时间响起了巨大的引爆之声，可怕的能量形成空间巨浪，便是朝着四周涟漪般的动荡而去。在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外，那些无数道各大诸天队伍人马的目光，眼神都是一刻不离地观看着这一场的激烈战斗。刚刚他们又是见到了他们的总指挥萧炎，更是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面对一位准神实力的对手，竟然能够做到如此程度，简直不敢置信和震惊。在如此极致力量的对抗下，那片空间早已经被浓浓的能量光芒所覆盖，肉眼看不清其中的具体情况，就连萧炎和泰米古圣的身影也没入这些光芒之中。虽然众人看不见其中的情况，但是他们依旧可以感受到那其中两股可怕力量依旧在彼此对抗。空间在震动间爆发出空间碎裂的声音，光芒四射，也不知道双方的力量持续了多久。随着光芒散去，两道身影依旧没有任何的伤势，悬浮在空中。他们没有任何的情绪必波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彼此。泰米古圣的眉头微微一皱，有些吃惊道：“竟然能够破了我以准神元气所凝聚的强大攻势，你做了什么？”因为在他的认知中，就算是地炎飞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对抗得了他的诸圣拳。萧炎这时淡淡一笑道：“不得不说你的攻势很强大，但是遇上我的话，我就有办法将你的招式化解。”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如果在其他人嘴中说出来，或许泰米古圣都不会去相信，而在这位炎帝萧炎的口中说出来的话，那么就要便当别论了。这炎帝可不是普通人，他的事迹，他的强大，泰米古圣也算是了解很多。越级挑战的事情常常在他的身上发生。此时泰米古圣对萧炎的看法可没有之前那般小看了。不过萧炎的心中也是有些吃惊，因为刚刚的佛怒地炎莲可是有着焚绝之力的加持，在如此可怕的力量攻势下，竟然还只是不分上下。准神境的力量果真不是主宰境可比拟的，如果不是焚绝之力，恐怕单凭佛怒地炎莲的威力，或许会落入下风。这泰米古圣似乎不是那么好对付。萧炎虽然表面平静，但是内心里早已经被震撼，但是也只是震撼，并不是感到惧意。炎帝，如果这就是你最强的招式，那么你还是认输吧，毕竟我的真正实力还没用出来。一道依旧有着自信的声音响起，对面着泰米古圣所说的话，萧炎则是无奈摇摇头道：“不好意思，我也没有用全力。”同样的一句话给萧炎回了过去。对面着如此嚣张的话语，泰米古圣也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意，脸上依旧挂着冷冷的笑意。那么既然如此，咱们就继续吧。话音落下，一道可怕的气息顿时弥漫而起，整个天地都是变得异常暴动。萧炎的眼神也逐渐的凝重起来，因为对面一位准神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所以自身也必须变得极为的谨慎。灵魂攻击，一道5星的灵魂力量便是朝着泰米古圣的灵魂深处掠去。还没反应过来的泰米古圣身影一滞，然后便是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深处传来一阵刺痛之感。竟然是灵魂攻击！泰米古圣并没有理会灵魂深处传来的刺痛，眼中有着一抹狠色掠过，催动一记先天神族的秘法——血魂秘法。血魂秘法所形成的血魂攻势，尽数的撞击在萧炎的主境灵魂力量之上，瞬间荡起一圈圈的涟漪波动。最后那血魂的诡异攻势，竟是直接将那强大的灵魂力量给彻底的震出了自己的识海当中。萧炎见到这一幕，心头顿时也是一精神色微微一凝。这泰米古圣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实在是太过棘手了。当这秘法爆发的时候，萧炎的灵魂攻击也被震了回来，一时间萧炎的识海中也是有着一股刺痛。萧炎也没有想到，自己这出其不备的灵魂攻击依旧被对方给霸气的化解。泰米古圣不愧是古圣之首，其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炎帝，没想到吧？虽然你的灵魂境界很高，但是我们先天神族的秘法也同样强大，也不得不佩服你能够达到如此强大的灵魂境界。要不是我如今的实力达到准神境，配合秘法方才能对抗你的主境灵魂。如果实力没有达到准神境，恐怕我就算施展血魂秘法，也无法破了你这道灵魂攻击。先天神族的血魂秘法是专门攻击一些强大灵魂修炼者的秘法招式。刚刚萧炎选择灵魂上的攻击，是因为泰米古圣的元气太过的雄浑强大，萧炎只能先尝试进攻其灵魂，试试能否会有效果。很显然，泰米古圣的这一道化解灵魂攻击的秘法，却是有些出乎萧炎的意料了。既然你能够化解我的攻击，那么我也能化解你的攻击。炎帝，刚刚的反击滋味不好受吧？泰米古圣看到自己反击的效果，便是一声轻笑。萧炎双目微眯，看来想要取胜，就必须拿出一些更强的底牌了，不然以萧炎目前的修为，不可能会击败准神实力的泰米古圣。炎帝，既然你的攻势对我无用，那么接下来我将会让你认识一下准神境的真正力量。泰米古圣一笑，眼眸淡漠地注视着不远处的萧炎，旋即他一拳轰出，拳头的强大攻势一出，只见的那拳影直接是贯穿了空间，直接是出现在了萧炎前方。拳境之上不仅有着磅礴的元气，其中还有着令所有主宰境强者都无比忌惮的力量，那就是准神之力，堪称是可怕至极。这一击怕是已经超过刚刚那诸圣拳的力量，如此攻势，恐怕萧炎也没有把握应接了。这一拳的威力竟然如此的霸道可怕，萧炎催动地炎护身，可是还是直接被一拳轰飞了。萧炎的身影划破天空，直接是将身后的一座巍峨山岳生生的轰的崩塌下去，巨石滚落，将他埋进其中。神吞化界阵内，诸多先天神族的强者发出哄笑之声，眼神戏谑。这位身为各大诸天大部队的总指挥，终于吃了一记败仗了吧？而各大诸天的人马则是面色苍白如纸。这泰米古圣的实力真的是太恐怖了，他就如同是一个魔帝一般屹立在那里，不论是萧炎催动爆发何种手段，都始终奈何不得这位先天神族的泰米古圣。就连武神域的武废、紫霄域的紫翼晴、血海域的王熙，以及苍玄天的林飞、万祖域等诸多顶尖队伍的领头人，都是在此时有些沉默。这同样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总指挥萧炎被对手全方面的压制。泰米古圣的力量太强了，如果此时让他们与萧炎换个位置的话，恐怕他们是真的会无比的绝望。萧炎的修为还只是最强主宰后期，能够做到与准神境的泰米古圣纠缠到这般地步，算是极为不容易了。可是如果他们想要取得胜利的话，这样的话还远远不够。泰米古圣立于虚空之上，望着那塌陷的巍峨山岳，漫不经心地笑了笑道：炎帝应该没那么容易被打死吧？回应他的是那天地间突然响彻而起的火焰燃烧空间的嗤嗤之声，一道无比可怕的毁灭气息自那山底之中弥漫而出，无数个巨石在此时顷刻间的便是化为粉末，因为被一股可怕的炙热火焰给彻底的燃烧殆尽了。有意思，竟然还没死。不过就算如此，你以为凭借地炎就能够击败我了吗？怕是有些太天真了。如今的我可不是当年圣天魔帝的身份啊。泰米古圣一脸笑意，很显然对萧炎的一些强大手段早就有所了解了。咻！一道黑袍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空中，手中的黑色锯齿被紧握手掌中。那么今日我便用超越地炎的火焰来对付你。萧炎耸了耸肩膀，虽然刚刚吃了瘪，但是丝毫不影响萧炎心中的那一份战意。萧炎的手掌微微抬起，一道白色的火焰便是出现在其掌心之上，缓缓地升腾而起。随着白色火焰的出现，这片天地间顿时有一股可怕的热浪开始逐渐的飙升起来。这道火焰难道是……泰米古圣见到萧炎手掌中的白色火焰时，那原本还带着笑意的面庞此时都变得有些凝重起来，因为这一道白色火焰可不是普通的火焰，也不是圣火，它可是一道超越所有火焰的一种更高级的火焰，是万火之中的神火，乃是幻虚神火。随着幻虚神火的一出现，整个天地间都是变得极为的虚幻起来，使得空间都是变得不那么真实。有意思了，没想到竟然是神火，
泰米古圣的表情也开始逐渐的异常低沉下来，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有一股令他都感到忌惮的能量自白色火焰中散发而出，而散发出来的就是火神本源，也就是火焰中的神之本源，拥有堪比神奇的力量。不过萧炎目前还没有炼化幻虚神火，但是也能够催动其中的部分力量。虽然无法对抗一位神奇，但是用来对抗一位准神境的对手，几乎是绰绰有余。毕竟神火的威力不是一般的强大，那可是拥有神之本源的火焰啊！不愧是炎帝，看来依旧是我小看了你，这应该是你最后的底牌吧？泰米古圣强忍着心中的震惊，旋即拍了拍手说道：“不过看样子，你似乎还没有真正的炼化这道神火，而只是收服了而已。所以我想你还无法真正的发挥出这道神火的力量。如果我现在将夺回来的话，你是不是就该彻底绝望了？”泰米古圣也看出了幻虚神火还没有被萧炎炼化的情况，而他又是达到了准神境，所以根本也没有惧怕，甚至心中的那一份自信再度回来了一般。就在泰米古圣此话刚落的时候，这寂静的天地间突然被白色的火焰笼罩而下，然后一道龙吟之声响彻天地之间，无数道震惊的目光看着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上空处，那里竟然有着无尽的白色火海，将那里的空间尽数笼罩，而且在白色火海之中出现了一条巨大的白色巨龙，巨龙的身躯上散发出无尽的火神本源，这比之前绚丽火焰更强的白色火焰那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连这方空间都是剧烈的颤抖起来。望着这白色火海以及那条火焰巨龙，泰米古圣脸庞上的神情终于是首次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白色火焰的巨龙冲天而起，整个空间仿佛都是在此时被那道龙吟声给震碎分裂，无法形容的毁灭气息充斥于神吞化界阵的每一个角落中，任谁都是能够感受到这白色火焰的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威能。而灵动、沐尘二人也是面色动容，对于萧炎这道白色火焰，他们并不陌生。这道白色火焰就是幻虚神火，算是萧炎压箱底的强大手段，能够让萧炎都施展出这等压箱底的强大手段，想必那泰米古圣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萧炎本身了。不过在震惊之余，他们不免心中又是升起了一丝战胜的希望。毕竟幻虚神火这种级别的火焰攻势，想必就算那对手是准神境的泰米古圣，必然也是能够对对方造成一些威胁，说不定还能够直接分出胜负，也不一定。炎帝，你倒是隐藏得很深啊！泰米古圣立于虚空，望着远处天空上的白色火海和那条火焰凝聚的巨龙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即便以他的准神实力，都是感觉到自身的皮肤有着微微刺痛之感。不得不说，萧炎的这一手的确是有资格对准神境的泰米古圣造成威胁。幻虚神火的出现，这也算是萧炎压箱底的强大手段之一了。一团白气自萧炎的鼻息间喷出，旋即他的眼神变得冷厉下来，手指开始结印。下一刻，那白色的火焰巨龙再度咆哮一声，霸道无比的龙吟响彻天地间。去吧！萧炎也没有与那泰米古圣说半句废话，由幻虚神火凝聚的巨龙便是直接在这一瞬间破空而去。白色的巨龙划破长空，那无法形容的毁灭之意锁定了泰米古圣，让得其无法躲避。随着白色火焰巨龙的急速攻来，那等声势几乎是连整个天空都充满着毁灭和炙热的温度，天地间的元气顿时纷纷逃散，不敢出现于那道白色火焰巨龙的周围。白色巨龙的速度极快无比，犹如是能够穿透空间，仅仅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白色火焰巨龙透露出毁灭气息的龙身已是在那泰米古圣的眼瞳中急速放大开来。面对着萧炎这般压箱底的强大攻势，泰米古圣的双目也是微眯起来，没了此前那种轻松写意，甚至开始有些忌惮。旋即泰米古圣的双手合拢，印法迅速变换，有低喝响起，圣天耀日轮。只见得在泰米古圣的周身有着一道神圣的光影浮现，其中的准神元气也是发挥到了极致，没有任何的保留。毕竟对面一道神火的力量，就算是准神的实力也得全力以赴，竟是在其前方形成了一道约莫1000丈庞大的耀日光轮，光轮之中散发着无边可怕威能，足以轻易的毁灭所有的东西。圣天耀日轮乃是泰米古圣最强的底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面同等境界对手的时候，这一招圣天耀日轮就能够将其击败。这也是为什么见到萧炎所施展出来的神火之后，也同样拿出了最强之力去对抗。此番在这古元天内，泰米古圣若是击败萧炎的话，他们先天神族无神的计划将会彻底的成功，甚至他们的先天神将会完成一次前所未有的蜕变，成为真正的最强之神。所以为了万无一失，泰米古圣也只能提前施展自己的最强招式了。如今实力已达准神境，没想到对方仅仅还是一位最强主宰后期的修为，便是将自己逼出这等强大招式。炎帝的实力堪称是恐怖的存在，面对着萧炎那充满着恐怖无比的毁灭巨龙的攻势，泰米古圣也并不想拖大，不然无神的计划将会出现问题，导致阴沟翻船，这等事情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这一次的计划失败，那将会是永久性的失败，所以他们必须成功。当圣天耀日轮出现的时候，那白色火焰的巨龙也是破空而至，最后在那无数道凝重的目光之中，宛如开天辟地一般，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不过
这般惊天动地般的碰撞，却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巨响。天地间的风声，仿佛都是在此时都凝固了下来。唯有碰撞处的那处空间在不断的崩裂，无数空间碎片四散飞舞着。碰撞处的区域方圆万丈，皆是化为了幽深的黑洞。那瞬间的黑暗之光，遮掩了一切万物。不过那黑洞般的异象，仅仅只是出现了瞬息时间，便是消散而去。而当黑洞散去的瞬间，所有人见到有2道能量的光芒凭空的爆炸开来，又是一阵惊天巨响。白色的光芒铺天盖地，让得无数人都看不清四周的画面，他们的眼睛也出现了暂时的失明状态。不过当这2道能量光芒爆炸的时候，那圣天耀日轮上也是被硬生生的撕裂开来，数道巨大的裂痕开始崩溃，随之消散而去。很显然，这泰米古圣的最强之力攻势抵御下了幻虚神火的毁灭威能。但是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时候，一道绚丽的火焰再度出现在萧炎的掌心之处，开始疯狂的跳跃着。萧炎的嘴角微微一动，一道喃喃声响起：炎神。萧炎自创的最强招式，也是当年在大千世界其苦修多年之术。绚丽的地炎之火自掌心处尽数的那回体内，以自身为炉，以20道圣火化作火纹，凝结成绚丽的莲花。在莲花绽放时，从中孕育出的1道3尺的火影，盘坐于莲花之上。